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国际震惊的消息，是川普要邀他的前恐怖头目正式的进白宫。美国翻脸拉拢叙利亚的原因为何呢？等一下会做关心。另外一回，中国大陆方面，习近平则是反手出击了，他的秋季外交包括了欧洲、东南亚国家都排队要投靠中国，中美两大在外交上面的势力，等一下竞争一起来做解读跟关心。好，我们赶快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哦，叙利亚的总统夏拉，我们来看到11月10号在白宫跟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这个叫做历史性的会谈。之所以叫做历史性的会谈，是因为这位夏拉啊来头可不小，他是当时美国悬赏1000万美元所要捉拿的对象，他是伊斯兰的圣战士。那么过去他所领导的萨姆解放组织曾经跟盖达组织是有所关系的。那么时序我们来看到，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才终于从美国的恐怖组织名单中把它给移除了。那么如果这一次夏拉，你看到这一次做了这个访问哦，等于说是从1946年以来，叙利亚独立以来首位访问白宫的叙利亚的重要领袖。我们来看看 BBC 怎么做分析。他说呢，这一次叙利亚的领袖跟川普做了一个这个访问哦，等于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美国跟叙利亚之间在军事上面的合作，叙利亚即将加入美国防堵 ISIS 的国际联盟，那么美军还会进驻到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的空军基地，对于美国来说将会是重大的一个外交政策上面的转向。过去的通缉犯怎么一下子转身变成了白宫的座上宾呢？美国这一次拉拢叙利亚，反恐是安全上面的考量，还是他想要掌控在中东地区的战略要地，是想要围堵不管是伊朗或者是俄罗斯吗？大师怎么看？我想当然是安全考量了，还有就是围堵，尤其是伊朗啊。那事实上的话，对美国来讲的话，说敌人变朋友，朋友变敌人，这家常便饭啊。外交怎么能说永远是敌人呢？永远是朋友呢？对，外交是以你国家的利益考量啊。你永远把别人当敌人的话，那最后吃亏的是你。对，情势变了就可以变朋友。你永远把人当朋友，人家把你都卖掉了，你还说是朋友？对。比如说美国现在抢我们1650亿，你认为他是朋友的话，你不能把他当作对手的话，那吃亏就是你自己嘛。所以这是外交的本质，就是要因时而因地因人而异啊。对，同样一个人，可是时间变了，地点变了，那敌人就可以变朋友啊。对。没有人说美国是永远的朋友，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子。当美国变成来抢你的钱的时候，他就变成敌人了。对，这是很明确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美国今天在这个白宫啊，欢迎夏拉过去就是盖达基本上就是过去把美国这个纽约的这个世界贸易炸掉了，那是过去啊。现在他们需要夏拉，为什么？因为夏拉基本上的话。他率军打入到这个巴格达的时候，他发表一个演讲，他谴责伊朗是一个什么宗派主义，他们是一个所有腐败的根源。所以呢，因为叙利亚过去是跟伊朗是兄弟国啊，现在因为夏拉的话，叙利亚变成伊朗，把伊朗视为这个所有腐败的根源，那正符合美国的对伊朗的政策啊。所以当然要拉拢这个人呐。那另外一方面，他事实上的话，你知道过去叙利亚一贯亲哪一个国家？他是苏联的盟友啊。从苏联时代到俄罗斯时代，俄罗斯的海外军事基地不多，可是，在地中海它有2个军事基地，一个是叫塔斯图尔军港，在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就是在地中海边。另外还有一个军港有一个空军基地叫赫梅敏空军基地，都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地区重要的军事基地。那虽然这个贾拉他已经去过俄罗斯，去过莫斯科了，他已经跟普丁讲说，你这2个基地我都会怎么讲呢？都可以继续存在。虽然在发生内战的时候，当时俄罗斯派驻在叙利亚的这个空军飞起来是炸贾拉的部队啊。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帮助政府军，也就是阿塞德政权，阿塞德人父子2任长期在叙利亚执政，俄罗斯是支持他的。那被贾拉推翻的那个阿塞德政府，那个阿塞德人现在住哪里？现在住在俄罗斯啊。
对，所以呢，俄罗斯同样我还是支持这个支持什么？可是支持阿塞德，可是贾赖来找我的话，我也接见了，这就是外交，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那对美国人来讲的话，先切断伊朗在整个中东地区最重要一个盟友就是叙利亚，切断了叙利亚跟伊朗之间，伊朗这个所谓的什叶派的一个新月的一个王国那个新月下来，透过叙利亚再往下面是谁？是黎巴嫩啊。黎巴嫩对于这个以色列最大的威胁是什么？真主党，真主党也是这个什叶派，回教什叶派的进度。那他的给养，他的这些飞弹啊，他的火器啊，这个过去从哪里？从这个叙利亚这边过来啊。那现在把你这个叙利亚把它切断以后，那真主党他也就这么孤立了。所以美国当然是从这个战略考量，情势一变，敌人杀得血海深仇，可以立刻坐下来怎么样？拿香槟酒来干杯啊！看的是什么国家利益啊？对，有利益就可以交朋友。所以对美国来讲，你不要以为美国的朋友都是永远是朋友，有些过去这个亲美政权的头被美国 CIA 给干掉，那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只考虑自己国家利益，没有其他什么事情，没有什么其他考量。好，美国基于安全上面的考量，国家安全这一次看叙利亚做朋友要围堵，不管是伊朗或者是黎巴嫩真主党是下一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那中国大陆方面呢，他现在交的朋友，尤其是习近平现在展开所谓的秋季外交，两个国家今天我们会特别来做关心。第一个就是西班牙，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关心到的是泰国。先看西班牙的国王，这位是菲利佩六世，11月10号正式的他飞到了大陆展开他登基以来首次的访中行程。他在成都先参加这一场中西的经贸论坛，接下来会转往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双方预计会签订很多的合作，那这当中跟影视也有关系，跟农产品的全面贸易也有关系，被视为是中欧关系解冻的一个重大的信号。接下来中国会把西班牙视为是一个外交跟商业上面打入欧洲的一个重要跳板吗？尤其是这个中美在对抗的一个格局之下，尚志哥怎么看？这两天在微博热搜出现了西班牙国王伉俪，谁呢？就是他的王后叫莱蒂西亚。她在出席场合当中一身黑，黑色套装、黑色包包，全身都黑，但是气场十足。那西班牙的王后向来就被视为是全欧洲最美的王后，跟斯米一样，以前是新闻主播出身呢。所以呢，她这次这个气场刚好随着国王一起来，引起大家的关注时尚感十足。所以刚好也让这一次的此行当中新添了很特别的话题。但我们知道，其实中国跟西班牙的关系在2024年前2年是很恐怖的。为什么呢？一开始有两个，第一个部分是华为的部分的他们使用的东西，当然这几天欧盟也在逼全欧盟的所有的国家要把华为的通信全部去掉了那么西班牙也被盯，因为过去西班牙是用华为的通讯设备。除此之外，当然就是先前新能源汽车，在去年的这个战争当中，西班牙是最早跳出来说，对，这个能源汽车很糟糕。结果后来被中国大惩罚，包括了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西班牙3个东西是农产品啦。第一个部分就是西班牙的猪肉，尤其它的火腿、橄榄油跟另外葡萄酒。所以后来在真的是惩罚之后，西班牙赶快调整，马上就弃权了所以这个部分调整很惊人，而且调整之后，中国马上给予回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回馈当中，就是这一年非常非常惊人首先就是说，我们看2024年现在陷入低谷，可是一下子就是最先反弹。反弹的关系应该是所有欧盟国家当中跟中国反弹最好的就是西班牙，也为什么这次国王跑来？我们看今年的第一季呢，相较于2024年，其实中国跟西班牙的部分的进口贸易，我们看数字啦，大概就500亿美元，听起来没有很多但是呢，在今年第一季整个成长了24%，然后后来每一季、第2季、第3季都还是20几%，是因为等比的部分成长。所以我们看背后是什么？除了中国不只是开放了原先既制裁的刚刚讲的这些猪肉啊，包括橄榄油跟葡萄酒之外，而且还扩大了很多的投资我想其实大家注意，这里头就刚刚其实思明讲了出口，中国大陆后来发现，因为西班牙就是一个农业出口国家，所以它其实工业各方面制造业都非常落后。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其实在过去谈的部分，恰好就是在这2年，特别是经有大笔的推进，其实包括了什么？因为电商。很多中国大陆的电商要进欧盟、欧洲的国家当中，以西班牙做他们的跳板，总公司欧洲总公司设在那里。对，有电商就有冷链，有冷链就有很多的工业就导入。除此之外，也包括中国大陆在那边投资了新能源的产业园区，这里包括也宁德时代对于新能源的零组件。不是做全部啦，一些零组件要补充的也都在西班牙设厂，因为那边就有农业嘛。所以西班牙因为中国引进了这些工业跟制造业的时候呢，其实刚好就可以弥补，然后来交错。西班牙国王这次后面还总讲到北京会拿到更多的优惠，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中国会开放牛肉。也开放樱桃，这已经是定了。所以到北京之后呢，应该会拿到更多的中西的合作的更多的贸易数字。好，我们这次看到这一次中国大陆跟西班牙的合作，也算是透过西班牙，中国大陆正式的再次的打开整个在欧洲的一个大门哦，商业大门。那另外一方面，在东协国家这边也有所进展。刚刚说在秋季外交嘛，除了在欧洲国家，我们看到东协这边11月13号，另外一场重要的会议就是泰王了。泰王自己亲自的展开了对中的国事访问，这一位是泰王瓦吉拉隆功，这也是中泰建交50年以来泰王首度的访中哦。那双方会展开的合作，包括涉及到天文啊、机器人啊，甚至是文化、软硬实力等等。另外一方面，这个挪威的外交大臣也在这个时候本周抵达北京，会来做外交。首次的有泰王访问大陆，显示中泰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吗？这一次习近平的秋季外交攻势主轴，干哥又怎么看？好，瓦吉拉隆功这次访问中国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50年来，泰国王室没有到中国正式访问，为什么？因为泰国跟台湾的关系比较密切，大家都知道，对不对？1963年的时候，也就是长达60多年前，泰王蒲美蓬到过台湾来访问，从此以后，中泰的关系就很不好，就是国王都跑去那边了，然后为什么这么中断那么久？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问题就出在瓦吉拉隆功身上，现任的泰王身上。因为现任的泰王他在泰国的时间根本没有多长，他一直在巴伐利亚，在他的别庄里面、古堡里面。瓦吉拉隆功是全世界现存的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主里面争议最大的一个人。这一次他去出访中国，对他而言是重新洗白的好机会。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早年的争议非常多，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因为我们也不要在这边批评他早年的一段荒唐的历史就对了，因为他以前都不回国，不履行他作为王储的责任，等他父亲病逝之后，他才准备回来。那这次他访问中国是为什么？因为皇太后施丽吉上个月才刚过世，过世之后，其实泰王现在非常需要营造他亲民的形象啊，不管他当年，他现在也已经非常有年纪了哈。虽然说之前有一段荒唐的岁月，可是他现在必须要重新塑造他亲民，然后对于国事非常的重视，然后跟外交上面能够建立一些功勋，让民众都看得到。虽然泰皇只是一个虚位元首，但是泰王在那个国内的他的就是说他们的那个的看法跟评价是蛮高的。也就是说泰国1000多年历史以来，他们对于王室都是非常尊重的，而且你不能够冒犯王室。我认为这个瓦吉拉隆功他这次要前往北京啊，该看的都会看，什么航天城啊，还有什么人形机器人啊，还有什么故宫博物院，他都会去看。那我是觉得说，他一定会留下很多影像记录，让大家还有包括国际社会，还有他国内的人民都看到，他已经重新塑造了他的一个形象，可以增加他很多的分数，可以以后在将来对于重建泰国王室的形象非常有帮助。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
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见。